老朋友们，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最要紧的不是拼命往前冲，也不是别人一开口就点头答应，而是先把自己守好。因为丙午马年火气很旺，兔为卯木，木去生火，心肠软的人最容易被运势偷偷消耗，热心肠的人也最容易被现实悄悄拖累。明明是一片好意去帮人，最后却可能把自己的钱财、民生、家庭气氛全部牵连进去。下半年对生肖兔来说，真正的转运口诀很简单，就是3种忙不能随便帮，3种人不能深交，少一分冲动就多一分平安，少一次心软就多留一分福气。我今天说的话，老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心上。生肖兔的人多半心思细密，勤奋肯干，顾全大局，在乎面子，别人有难时不忍心装作没看见。可是2026下半年不是逞强的时候，也不是替别人背因果的时候。国历7月之后，节气从小暑、大暑慢慢走到立秋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，再到立冬、冬至，天地气场由热转凉，由外放转为收敛。这个节骨眼上，生肖兔最怕心太急，手伸太长，话说太满。你越想照顾别人周全，反而越容易忽略了最需要被照顾的就是你自己。尤其丙午年本身火旺，午火对卯兔有一种暗暗相迫的味道。所谓迫，不一定是大灾大难，更多是人情上的迫，关系上的迫，心理的迫，口舌上的迫。你可能本来只是帮人说了一句话，最后却变成别人误会你。你可能本来只是借出去一点钱，最后钱回不来，关系也坏掉。你可能本来只是好心劝和，最后两边都怪你。老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今天要提醒的核心重点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想要平安顺利，千万不能把别人的事全部扛到自己肩上。我知道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，心里会想，做人怎能完全帮忙？不是叫你变冷漠，也不是叫你讲情义，而是叫你分清楚，什么忙可以帮，什么事不能帮，什么人可以靠近，什么人要保持距离，善良要有边界，热心要有分寸，福气才守得住。一个人若总是把自己的福气拿去补别人的坑，到最后自己的家运也会受影响。生肖兔下半年要记住，先稳住自己的家，稳住自己的钱，稳住自己的心，贵人才会来，好运才会留下。老朋友们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提醒正好说到了你心里，也请顺手订阅生肖路频道，点个赞，给自己添一份好彩头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生肖兔接平安好运，或者留下你的出生年份，我会把这份祝福继续送给你。很多时候，一个念头转过来，气就顺了，心就安了，路也跟着开了。先说第一种不能随便帮的忙，就是金钱担保、借贷和连带的忙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在钱财上最怕一个字，牵。不是没有财，也不是一定没钱，而是财来财去，容易被人情牵走。特别是农历7月到10月这一段，秋气渐起，金气渐旺，卯木土气受压，心里容易烦躁，判断力也容易被关系左右。有人找你借钱，有人请你做保，有人说只是帮忙签个名，有人说很快就还，有人说你帮他就过不去。老朋友们，这些话听起来可怜，可你一定要清醒。钱一旦借出去，就不只是钱的问题，它会变成你的心事，变成你每天睡前想起的一口气，变成亲友之间说不出口的尴尬，
更麻烦的是担保，担保不是帮一句话，担保是把自己的信用拿出去抵押，对方若顺利，你也许没事；对方若出问题，债主找的是你，银行找的是你，亲戚朋友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。你本来只是好心，最后却变成替别人收拾残局。生肖兔最怕这种事，因为兔的人重感情，怕拒绝，怕别人说自己不够意思。可是2026下半年，你越怕拒绝，越容易吃亏。我劝生肖兔老朋友们，下半年凡是涉及借钱、担保、合伙垫款、帮人周转、替人刷卡、替人签名的事，都要慢一点，不要当场答应，不要因为对方哭几句就心软，不要因为多年交情就放下警觉。真正体谅你的人，不会逼你拿家里的安稳去冒险。真正有信用的人，也不会让你为难。你可以关心，可以给建议，可以帮忙找正规管道，但不要把自己的钱袋打开，更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借出去。钱财要守，信用更要守。守住信用，就是守住后半年的福根。第二种不能随便帮的忙，就是替别人调停家庭纠纷。生肖兔的人心软，也会说话，很多时候亲友吵架，夫妻不和，父母和孩子闹别扭，兄弟姐妹争财产，就有人想找你出来讲两句。你也许觉得大家都是熟人，我出来说个公道话，事情可能就过去了。可是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在口舌是非上要特别小心。你说轻了，人家说你不帮忙；你说重了，人家说你偏心。你站在中间，本来想做桥，最后却可能变成夹心饼。左右都不讨好，家庭里的外人很难看清。夫妻吵架不是一天的事，父母子女之间的怨气也不是你几句话就能解开，兄弟姐妹争家产更不是外人能够随便评断。你今天替一边说话，明天另一边就记恨你。你今天劝他们忍一忍，日后他们若过得不好，也可能怪你当初乱劝。老朋友们，这不是冷漠，这是人情世故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最忌卷入别人家门里的长短，尤其不要替人做决定，不要替人传话，不要替人站队。最好的做法是什么？可以听，但少评判；可以安慰，但少下结论；可以提醒他们冷静，但不要替他们判断谁对谁错。你可以说，家里的事还是你们自己好好谈，必要时找专业的人协助。你可以说，我希望你们平安，但我不适合站在哪一边。这样不是无情，而是聪明。生肖兔下半年要学会把善意放在合适的位置。你不是每一场火都要去扑，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去救。有些矛盾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它本来就不是你该扛的。第三种不能随便帮的忙，就是替人隐瞒错误、遮盖秘密，或者帮人圆谎。老朋友们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的名声最容易被人情牵动。你可能会遇到有人对你说，这件事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帮我瞒一下。也可能有人说，你帮我说一句好话，帮我挡一下。还有人做错了事，想叫你出面解释，甚至让你帮他编个理由。你要记住，秘密不是随便背的，谎话也不是随便帮的。你以为只是帮人过一关，其实可能把自己带进一团乱麻里。一个人做错事，他自己要承担。你若替他遮住，短时间看起来是情义，长时间看就是风险。事情没被发现时，他感谢你；事情一旦败露，他可能第一个把你推出去，说是你知道的，说是你答应的，说是你也有份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有口难辩，名声受损，
心里也不安。生肖兔下半年最需要2个字：清白。清清白白做人，稳稳当当过日子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要为了一个人的请求，拿自己一辈子的口碑去赌。特别是朋友之间、亲戚之间、工作场合、邻里之间，凡是牵涉不该说的事、不该拿的钱、不该做的承诺、该传的话，都要立刻停住。你可以帮人想正规办法，可以劝对方承认错误，可以提醒对方早点处理，但不能替他背锅。做人有慈悲，也要有原则。生肖兔的福气常常来自心善，但2026下半年，福气要靠底线来守。没有底线的善良，最后会被别人当成好利用。守住底线，才是真正转运的开始。说完3种不能帮的忙，再说3种不能深交的人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不是没有朋友运，而是朋友需要筛选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表面热情地靠近你，却让你心累；有些人嘴上关心，实际只想打听你的情况；有些人看起来会做人，关键时刻却不可靠。下半年对生肖兔来说，人际关系就像一面镜子，会照出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你不要怕关系变少，真正的好运不是身边围着大群人，而是留下几个让你安心的人。第一种不能深交的人，是整天抱怨、负面情绪很重的人。老朋友们，人的气场会互相影响。你天天听一个人说谁对不起他，谁害了他，日子多难，世界多不公平，听久了你自己的心也会变沉。生肖兔本来就敏感，容易替别人想，容易把别人的痛苦放进自己心里。2026下半年火气旺，心火也容易动。如果再常常被负面话语包围，就容易睡不好，想太多，情绪起伏，甚至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信心。这种人不一定坏，但他会耗你。你一开始只是安慰他，后来变成他每天都找你倒苦水，你给建议他不听，你陪他难过，他继续抱怨，你想抽身，他又说你不够朋友。老朋友们，这样的关系要慢慢拉开。你可以关心1次2次，但不要让自己变成别人的情绪垃圾桶。你的心很宝贵，要留给家人，留给自己，留给真正愿意改变的人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要多靠近心态稳定的人，少靠近一天到晚怨天怨地的人。气清运才顺，心静福才来。第二种不能深交的人，是喜欢投机取巧、见风使舵的人。这种人很会说话，也很会包装自己。他今天说你最好，明天看别人有利可图，又转身去讨好别人。他做事不踏实，总想走捷径，总想用小聪明换大好处。生肖兔老朋友们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你们心软，又容易相信熟人的承诺。对方只要说几句好听话，你可能就觉得他是真心。可2026下半年，火旺之年最怕虚火。话说得越满的人，越要观察他的行动。投机的人常常会带来风险，他可能找你一起投资，跟你说稳赚不赔，可能叫你介绍人脉，说以后会回报你，可能把一些不稳定的机会说得很漂亮，让你心动。可是这类人一旦出了问题，跑得比谁都快，你若跟他绑在一起，就会被拖下水。生肖兔下半年宜守不宜贪，宜稳不宜赌。凡是来得太快的好处，听起来太美的机会，保证太满的承诺，都要先放一放。真正的财不怕慢，真正的福不靠赌。你只要稳住脚步，不被投机的人带偏，就已经避开了一大半破财运。
第三种不能深交的人是喜欢搬弄是非，背后议论别人的人。老朋友们，这种人最容易让生肖兔犯口舌。你以为他跟你亲近，什么都告诉你，其实他今天说别人的事，明天也会说你的事。你以为只是闲聊几句，传出去以后就可能变成你也参与了议论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在人际上最怕话从口出，风从耳入。你听到的是一段故事，别人传出去就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，到最后你明明没有恶意，却被卷进是非。遇到这种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接话，少表态，少透露自己的家事，不要把家里的收入、孩子的情况、伴侣的脾气、亲戚的矛盾都拿出去讲，也不要跟着评论别人的是非。你可以笑一笑，转个话题，或者说不清楚的事不要乱说，这样不是怕事，而是在护自己的口德。生肖兔下半年要记住，嘴巴是福门，也是祸门。话说的柔和，福就进来；话说的太多，是非也跟着来。能闭口时闭口，能沉默时沉默，反而更有力量。其实生肖兔2026下半年的核心，不是运势不好，而是要学会收丙午火旺。上半年也许已经让你忙了很多，想了很多，替别人操心了很多。到了下半年，天地从热转凉，人的运势也要从外求转为内收。你不要再什么事都抢着出面，不要再为了面子勉强自己，不要再为了勤快牺牲家里的安稳。你要把时间收回来，把钱财收回来，把心神收回来。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收稳了，才有力气迎接后面的好运。生肖兔本来就有福气，福气在细水长流，不在大起大落。你不是靠争强斗狠赢人生，你是靠耐心，靠善念，靠稳重，靠人缘慢慢积累。可是在2026下半年，你的人缘要经过筛选，你的善良要经过考验。有人会用可怜来试你的心软，有人会用利益来试你的贪念，有人会用秘密来试你的底线，有人会用亲近来试你的口风。你只要守住自己，就能把这些关口一一避开。关口过去，运就转亮。在财运方面，我要特别提醒生肖兔老朋友们，2026下半年不是没有钱进来，而是要房钱漏出去。很多生肖兔会有小财、小机会、小收获，比如过去的人情回流，旧客户回头，家里有人带来收入，或者某些长期付出的地方开始见到一点成果。可是同时也会有花费增加，亲友借钱、维修支出、健康花费、人情往来等情况。财运最怕一边进一边漏，你辛辛苦苦攒下的，不要因为一时心软就散掉。想守财，第一要记账，不要觉得小钱不用管，小钱累积起来就是大数目。第二，要延迟决定，别人找你借钱，你不要马上答应，至少隔一天再说。第三，要少碰不熟的投资，特别是有人跟你说高回报、低风险、稳赚、内部消息，这些话一听就要提高警觉。第四，要给家里留备用金，下半年有备用金，心就稳，心稳呢，运就不乱。生肖兔的钱不是不能花，而是要花在值得的地方，花在健康、家庭、生活品质、真正需要的人身上，不要花在虚情假意的人情窟窿里。在事业和工作方面，2026下半年生肖兔适合稳扎稳打，不适合意气用事。还在工作岗位上的老朋友，要特别注意与同事、主管、客户之间的沟通。火旺之年，大家脾气都容易急，话说快了就容易伤人。你本来只是提醒对方，可能听成责备，
你本来只是解释，对方可能觉得你在推脱，所以说话要慢一点，文字讯息要看清楚再发，重要事情最好留下记录，避免日后说不清楚。想换工作，想创业，想扩大经营的生肖兔，下半年要多观察，不要被一时情绪推动。有时候你觉得现在很烦，很想马上离开，可是离开之后未必更轻松。也有人觉得某个机会很热，很想马上投入，可是热闹背后未必稳定。2026下半年对生肖兔来说，更像是整理地基的阶段，把旧问题清一清，把手上的技能练一练，把欠缺的经验补一补，把人脉中不可靠的部分筛一筛，等到气场更顺的时候，你再往前走会更稳，也更不容易摔跤。在家庭方面，生肖兔下半年要把和气放在第一位，家是你的福库，家不安，外面的好运也难留。2026下半年，很多小矛盾会从生活细节里冒出来，比如钱的用法、孩子的选择、伴侣的态度、长辈的健康、亲戚之间的来往。生肖兔心里有话，常常先忍着，忍久了又突然爆发，这样最伤感情。你要学会早一点说，轻一点说，好好说，不要等气上来才讲，不要翻旧账，不要用冷战惩罚家人。如果家里有人说话不好听，你先别急着反击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越能稳住情绪，越能把家运守住。你可以先离开现场喝口水，等心静了再谈。你也可以把重点放在解决事情，不要一直追究谁对谁错。家人之间很多时候不是输赢的问题，而是谁愿意先软下来。生肖兔的柔不是软弱，柔是智慧。你只要用柔和的方式化掉火气，家里就会慢慢回温，家运一稳，财运、人缘、健康都会跟着稳。在感情方面，已有伴侣的生肖兔要注意沟通，不要把外面的压力带回家。下半年你可能会比较敏感，对方一句无心的话，你听了就不舒服。你也可能因为担心钱、担心孩子、担心健康而变得容易烦躁。感情最怕小事累积成大结。你要记得，对方不是你的敌人，家里人也不是来消耗你。有什么问题慢慢讲，有什么委屈找合适的时间说，不要在气头上讲狠话，因为狠话说出去，收回来很难。单身的生肖兔，下半年也要谨慎。你不是没有桃花，而是要看清桃花的品质。有些人来得快，热情也快，但稳定不足。有些人嘴上说得好听，却没有实际担当。你不要因为孤单就急着接受不合适的人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的感情要慢慢看，看对方有没有责任感，看对方遇事会不会逃避，看对方是否尊重你的生活，看对方是否让你心安。真正适合你的人，不会让你整天猜，不会让你一直委屈，更不会一边靠近你，一边消耗你。在健康方面，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要照顾好睡眠、肠胃、血压、眼睛和情绪。火旺之年，心火容易上来，想太多就睡不好，睡不好又影响白天精神，再加上下半年气候从热转凉，节气转换明显，身体容易一时适应不过来。老朋友们不要硬撑，该休息就休息，该检查就检查，该少吃油腻就少吃，该走路活动就走一走。身体是福气的根，身体稳，心才稳，运才稳。我尤其要提醒生肖兔，下半年不要把所有委屈都吞下去。你可以找信任的家人聊一聊，可以写下来，可以去户外走一走，可以做一点让自己
安静的事，不要每天都听负面消息，不要一直盯着让自己焦虑的事情，早一点睡，少一点烦，饮食清淡一点，心里放宽一点，这些看起来普通，其实就是最好的转运。很多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人长期把自己逼太紧，身体先发出提醒，你愿意照顾自己，好运才有地方落脚。在风水和生活习惯上，生肖兔2026下半年可以做几件简单的事。家里要保持明亮干净，尤其是客厅和卧室，不要堆太多旧物，旧物太多，气就不流通，人也容易想不开。门口鞋子不要乱堆，厨房要保持清爽，水槽不要长期堵塞坏掉，不用的东西能处理就处理，不是迷信，是环境清爽，心就清爽。心清爽，做决定就不糊涂。生肖兔最怕杂气缠身，下半年把家里整理好，就是替自己整理运势。颜色方面可以多用一些柔和稳定的颜色，不要让环境太刺眼。衣着不必夸张，干净舒服最重要。随身物品也要简单，不要带太多乱七八糟的小东西。房间里可以放一盏温和的小灯，让夜里回家时心里有安定感。也可以在书桌或常坐的位置放一杯清水，提醒自己说话慢一点，心火降一点。记住，风水转运最重要的不是摆的东西越多越好，而是让人住得顺，走得顺，心里顺。在人际上，生肖兔下半年要练习3个字：慢一点。别人讲一个秘密，你慢一点回应；别人求你帮忙，你慢一点答应；别人说谁不好，你慢一点附和；别人给你机会，你慢一点投入。慢不是错失，慢是看清。很多坑都是因为答应太快才掉进去，很多是非都是因为说话太快才惹上，很多破财都是因为相信太快才发生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只要把速度放慢，好运就会慢慢回到你身边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生肖兔下半年不要随便替别人做中间人，介绍工作，介绍对象，介绍投资，介绍买卖都要谨慎。你觉得自己只是牵线，可一旦双方不满意，就可能回头怪你。尤其是介绍钱财相关的事，更要小心。你可以说我知道这个消息，你们自己判断，不要保证，不要背书，不要说一定没问题。你说一句一定，日后就可能变成别人抓你把柄。老朋友们，帮人牵线可以，但不要把责任扛上身。对亲戚朋友也是一样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要懂得亲疏有度。有些亲戚平常不联系，一来就开口借钱；有人平常关心你，一有事就想到你；有人把你当作好说话的人，什么麻烦都推给你。你要学会温和的拒绝，拒绝不必翻脸。可以说最近家里也有安排，不方便。可以说这件事我帮不上，可以说我只能给建议，不能参与。说清楚，反而少麻烦。你越含糊，别人越得寸进尺；你越坚定，别人越知道边界。生肖兔的老朋友们，你们最大的优点是善良，最大的弱点也是太善良。你们习惯替别人想，常常把自己的需要放到后面。可是到了2026下半年，命理给你的功课就是先爱自己。你不是不帮别人，而是不要让别人的问题毁掉你的平安。你不是不交朋友，而是不要让不合适的人占满你的生活。你不是不求财，而是不要用冒险换钱。你不是不追求感情，而是不要用委屈换陪伴。你越懂得珍惜自己，越有人珍惜你。从农历7月开始，
生肖兔要特别注意情绪和口舌，这个月容易想起过去的事，也容易被亲友情绪影响，能少争就少争，能少去复杂场合就少去。有人讲难听话不一定要回，你不回不是输，是不把自己的福气丢进去。农历8月，秋气更明显，容易有钱财压力，也容易在人情往来上花钱。这个月要守财，不要冲动购物，不要为了面子送超过能力的礼。农历9月，事情容易堆在一起，家里工作两头忙，要安排好休息，不要逞强。农历10月之后，水气渐起，心会慢慢安静下来，这是适合整理计划、修补关系、处理旧账的时候，也适合把身体养回来。到了国历11月立冬之后，生肖兔的运势会比前面更适合收心，你会慢慢看清哪些人值得留，哪些事该放下。这个时候不要再纠结过去谁对不起你，也不要一直后悔当初怎样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走。下半年越往后，生肖兔越要做减法，减少无用的聚会，减少消耗你的关系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减少对别人的期待。你少一点纠缠心，就多一点自由心，自由了，运就开了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想要增加好运，可以多做3件事。第一，多说好话，不是讨好别人，而是让自己的嘴巴带福气，少抱怨，少批评，少背后议论。第二，多做善事，但不做超出能力的事，比如给人一句鼓励，帮家人做一顿饭，关心真正需要关心的人，这都是积福。第三，多整理自己，整理房间，整理账本，整理人际，整理心情，外面整理了，里面也会亮起来。好运不是突然砸下来的，很多时候是你把路清出来，他才走得进来。如果你现在正觉得累，我想告诉你，生肖兔在2026下半年不是没福，而是福气来得比较安静，它不会叫你冲出去抢，它会提醒你慢下来守。你守住钱，年底就少一场烦恼；你守住嘴，就少一场是非；你守住心，就少一场失眠；你守住家，就多一份靠山；你守住原则，就不会被小人拖走。老朋友们，真正的转运不是突然大富大贵，而是避开不该发生的麻烦，保住已经拥有的平安。也许你过去帮过很多人，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；也许你替别人想了很多，别人却不懂你的苦。到了2026下半年，你要学会不再委屈自己。你可以继续善良，但不要再傻傻付出；你可以继续宽厚，但不要再没有底线；你可以继续相信人，但要先看行动；你可以继续对世界温柔，但也要让自己有盔甲。生肖兔的温柔很珍贵，不该被随便消耗。我再把3种不能帮的忙讲清楚。第一，金钱、担保和借贷不要随便帮，因为这会伤财，也会伤信用。第二，别人家庭纠纷不要随便帮，因为你看不清全局，容易两头受气。第三，替人隐瞒错误和圆谎不要帮，因为这会伤名声，也会伤心安。老朋友们，这3件事只要避开，下半年的债就少一大半。不是每个忙都叫善，有些忙帮下去是把自己推进坑里。真正的善是既不害人，也不伤自己。3种不能深交的人也要再记一遍。第一，整天抱怨的人容易耗你的心神；第二，投机取巧的人容易带你走偏；第三，搬弄是非的人
容易害你惹口舌。你要多和心正的人来往，多和踏实的人来往，多和说话让你安心的人来往。一个人身边的人对了，运势就会慢慢对。身边的人乱了，再好的福气也会被搅浑。生肖兔下半年要换一种交友方式，不求热闹，只求真心，不求人多，只求舒服。老朋友们，人生走到这个阶段，最重要的不是让所有人喜欢你，而是让自己过得安心。你不可能救所有人，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。有人因为你拒绝就生气，那他本来就不是体谅你的人。有人因为你不借钱就翻脸，那这段关系也不值得你拿钱去维持。有人因为你不陪他抱怨就疏远，那他要的不是朋友，只是情绪出口。你看清这些，就不会难过太久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的贵人运常常藏在断舍离之后，该走的人走了，该来的福才会来。如果家里有生肖兔的亲人，也请多给他一点理解。生肖兔表面温和，心里其实想很多，他们不太会把委屈讲出来，常常自己消化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需要的是安稳的环境，温暖的话语，清楚的边界。不要一直逼他帮忙，不要把所有问题都丢给他。你越给生肖兔空间，他越能恢复元气。元气回来，福气就回来。下半年也适合生肖兔做一些小小的愿望规划，不要一口气定太大的目标，就定3件简单的事，比如把身体养好，把债务理清，把家里整理好，或者每天走路20分钟，每周和家人好好吃一顿饭，每月存下一笔小钱。目标小才容易完成，完成了心里就有力量。生肖兔最需要这种稳定的力量，它不会一下子让你惊天动地，但会让你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顺。我也想提醒2026下半年，不要过分相信别人嘴上的热情。看一个人，要看他在小事上是否守信，约好的时间会不会到，说过的话会不会做，借过的小东西会不会还，别人不在场时他说话是否厚道，这些小地方比大承诺更准。生肖兔心软，容易被一时热情打动，可真正可靠的人不一定嘴巴甜，却会让你安心。下半年交朋友，看安心不看热闹，看长期不看一时。面对运势波动，最怕的是心乱，心一乱就容易做错决定。生肖兔下半年要给自己留安静的时间，早晨起床不要马上看太多消息，晚上睡前不要想太多烦心事，可以念几句让自己安心的话，比如我守住自己，我接住福气，我远离是非，我平安顺利。话说多了，心会跟着稳，心稳了，气就稳，气稳了，做事就不容易出错。很多老朋友一辈子都懂这个道理，运先从心转，心先从念头转。如果你问我，生肖兔2026下半年有没有贵人，我会说有，但贵人不一定是带你发财的人，也可能是提醒你别冲动的人。贵人不一定是给你机会的人，也可能是劝你别乱借钱的人。贵人不一定说话好听，也可能说的话让你一开始不舒服，但后来发现他是为你好。下半年你要听得进劝，尤其是家人真心的提醒，不要固执，不要为了面子硬撑。生肖兔愿意听劝，就是开启好运的一把钥匙。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小人，我也会说有，但小人不一定长得凶，也不一定一开始就对你不好。有些小人笑脸相迎，有些小人嘴巴甜，有些小人装可怜，有些小人把你捧得很高，只为了让你替他做事。你不要用耳朵判断人，要用时间判断人。
时间会告诉你谁来消耗你，谁来成就你。2026下半年，只要你不贪、不急、不乱，那些小人就不容易伤到你。生肖兔的福最怕被情绪冲散，所以下半年要少生气。别人错了，不一定要马上纠正别人误会你，不一定要马上解释到让他满意。有些事越解释越乱，有些人越理越缠。你只要问自己，我有没有亏心？我有没有守住原则？如果没有，那你就把心放下。亲者自亲，这句话不是让你委屈，而是让你把精力留给更值得的生活。你把时间花在争辩上，福气就被消耗；你把时间花在修心养生上，好运才会增长。2026下半年，生肖兔还要注意出行安全。火旺又逢季节转换，容易急，容易赶，容易因为一时分心出现小状况。出门前检查钥匙、手机、证件、药品。开车、骑车不要抢快，走路也要留心路面，去人多的地方看，好随身物品。不是说一定有事，而是多一分谨慎，就少一分麻烦。平安本身就是大福，老朋友们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平安比什么都贵，在饮食上也要顺着节气。7月、8月暑气还重，不要贪凉，也不要吃太油。9月、10月早晚温差变大，肠胃要顾好。11月、12月天气转凉，注意保暖，尤其肩颈、腰腿、膝盖。生肖兔下半年若能把身体养顺，整个人的气色会明显好起来。气色好，人缘也好，做事也更有精神。运势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和你的身体、心情、环境、关系都连在一起。我说这些不是要老朋友们害怕，而是要你提前有准备，命理提醒的意义，不是让人认命，而是让人避开弯路，知道哪里有坑，就不要踩，知道哪段路滑，就慢慢走，知道哪些人会耗你，就保持距离，知道哪些事会伤财，就不要参与。你只要这样做，2026下半年就会越走越稳。很多好运不是靠求来的，而是靠避开坏运之后自然留下来。生肖兔老朋友们，别小看自己的直觉。下半年你若遇到某个人，一靠近就觉得不舒服，心里不踏实，那就先退一步。你如果遇到某件事听起来很好，但心里总觉得怪怪，那就先不要答应。兔的直觉很灵，只是过去常常被人情压住。2026下半年，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你的心在提醒你时不要忽略。很多时候，第一念就是护身符，也不要因为一时孤单就去靠近不适合的人。下半年有时候你会觉得身边说话的人少了，好像大家各忙各的。其实这是运势在帮你清场，让不合适的人慢慢淡去，让你有空间看见自己真正需要什么。一个人安静不是坏事，安静能养气，能养心，能养福。生肖兔只要熬过一段不被理解的时间，后面会发现生活反而更轻松了。我希望老朋友们把今天的话当成2026下半年的护身符，你不用每天担心运势，只要记住几个原则：钱财不乱借，责任不乱担，家事不乱劝，秘密不乱背，朋友不乱交，话语不乱说。做到这些，很多麻烦自然绕开你。再加上规律生活，照顾身体，整理家宅，多说善言，多存善念，你的福气就会慢慢回稳。到了年底的时候，生肖兔会有一个回头看的机会，你会发现那些你没有答应的忙，后来也许真的避开了麻烦；那些你慢慢疏远的人，后来也许真的露出了问题；那些你忍住没说的话，
后来也许帮你保住了和气，那些你存下来的钱，后来也许刚好派上用场。人生很多福，不是在热闹时看见，而是在平安时体会。没有出事就是福，家人安好就是福，心里踏实就是福。老朋友们，2026下半年对生肖兔来说，最好的运势不是大声宣告，而是安静变好。你会慢慢学会拒绝，慢慢学会筛选，慢慢学会把自己放在重要的位置。以前你总怕别人失望，以后你要怕自己太累。以前你总替别人圆场，以后你要替自己留路。以前你总把人情看得太重，以后你要把平安看得更重。这个转变就是生肖兔下半年的大转运。最后我再送生肖兔老朋友们几句话：心软可以，但不要没有边界；善良可以，但不要牺牲自己；帮人可以，但不要背债背锅；交友可以，但不要靠近是非；求财可以，但不要贪快贪多；过日子可以慢一点，稳一点，简单一点。2026下半年，你越稳，福越稳；你越清醒，路越顺；你越懂得保护自己，越能保护家人。愿所有生肖兔老朋友们，在2026下半年，远离破财，远离口舌，远离小人，远离烦恼。愿你家宅平安，身体安康，钱财守得住，贵人慢慢来，心里越来越踏实，日子越来越有盼头。记住，不帮三忙，不教三人，就是你下半年最实用的转运法门。看完之后，也请你订阅生肖路频道，点个赞，把这份平安提醒留住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生肖兔接平安好运，或者你的出生年份。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生肖兔下半年最需要守住的福气到底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探讨。